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河北的张家口。今天来看一座古堡啊，按照资料记载，大概是2300多年的历史。也就是说，这一座古堡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。之前我们在河西走廊还有新疆看到很多古堡古城，那些呢是汉唐时期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有丝绸之路嘛，特别是在新疆罗布泊那边有一个楼兰古国，非常盛名啊，在当时呢非常繁华，只不过呢后面是一夜之间消失了。现在那边还有楼兰古国的痕迹，只不过大家想进去的话可能比较难，毕竟属于沙漠戈壁滩嘛。而这座古堡呢被称之为关内楼兰，能够称之为楼兰，就证明它里面肯定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。之前我们经常去看一些古村落或者古城，都会说他选地方很会选，靠山或者面水，一定要有河流。而这座古城呢，我在网上看资料的时候发现，它的建造啊是极其讲究，也就是说风水非常好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仔细的看一看。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古堡的外面，它是叫做开阳古堡，位于河北张家口的阳岩县。大家看一看这个城墙，非常高大吧？在这一块呢，还能看到很多角楼，也称之为马面。整个这一块的城墙长度可能大概是300米。我们就从这里进去啊，这里应该算是这个古堡的后面，它的大门不在这里，大门是在南门。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大家为了方便，就这里开凿了一个通道出来。我们先在这里进去，然后一步步看一下这个古城。大家看一看这个城墙厚不厚？这一块加上这一块，差不多有4米厚。这么厚的城墙，大家猜一猜是什么时候修建的？古堡有2300多年的历史。那么它保留下的这个城墙，甚至说里面的建筑，肯定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。毕竟2000多年前，它这个古堡是经过修缮的。在战国时期，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君王，叫做赵武灵王。当时呢，他进行扶扶骑射改革，把赵国从一个很弱小的国家弄成强国，能和秦国相媲美，能够跟秦国等于争天下。他的实力强大之后，国土的面积越来越大。在当时北边不是还有个匈奴吗？赵武灵王呢，赵国一直要抵挡匈奴，到他灭亡，他都是阻挡匈奴的一个有力国家。赵武灵王当时把他的大儿子赵章长子分封到这个北边，国都呢就定在这个开阳古堡。从赵武灵王开始，这个开阳古堡呢就算是北边这一块的一个统治中心，特别是到了唐朝也是如此。大家第一眼看到这个古城，会不会联想到是明朝时期修建的？我查了一下资料，这座古堡现存的城墙不是明朝修建的，是唐朝时期的。因为明朝相对来讲，它修建的古城、古堡、城墙没有这么厚，没有这么壮观。你单单我们看这个角楼，非常庞大呀，宽度都达到7、8米。主要是由于在唐朝时期国力比较强盛，他们修建的很多东西啊都是比较好。我们说富丽堂皇也好，或者其他也好，独树一帜。你看我们在河西走廊看到一些唐朝修建的那些古堡，真的是非同一般呐。你像当时有一个骆驼古城，在唐朝还进行了修建，就是修缮。那这个古堡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城墙是唐朝留下来的，当然在明朝也是经过了一些修缮。在河西走廊，在新疆，我们看到那些古堡古城，可以说是在戈壁滩或者沙漠里面，而这一块呢，同样可以称之为是戈壁滩的一座古城。这个古堡从春秋战国到唐朝时期，一直呢算是周边的中心，军事重镇、贸易重镇，非常繁华呀。从建造开始到唐朝是差不多飞访了1000多年。转折点呢是在
宋朝，在春秋战国到唐朝，这个古堡附近呢，其实是有很多森林以及草原的，不像现在，在这个古堡西边不远呢，就是有点荒漠漠或沙漠了。这主要是由于在宋朝开始，这一块呢，已经变成中原王朝和那些游牧民族争夺的前沿阵地了。那么经常有战乱的话，那这些地方的森林呢，肯定会被砍伐。到了明朝就更不用讲了，这里算是前线中的前线了，经常会有小规模的战争等等爆发。那这一块呢，基本上周边的草原、森林已经全部没有了，只剩下古城在这里了。你看，现在下面都是有点那种戈壁滩的感觉，它本身这一块应该算是属于黄土了。你看这些土壤，感觉就跟我们在河西走廊、新疆看的那些戈壁滩一样的。在远处看这个古堡，它非常注重防御啊，马面角楼非常多。也就是说，它这个古堡呢，建造就是以防御为主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马面在这里呢，我们称之为防御。如果等一下我们看到它整体的风水布局的话，马面又是起到不一样的作用。在这里看的话，可能有7、8米高，这还风化了一点。我估计以前呢更高，可以说当时是投入了巨大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去建造的，从而侧面也反映出唐朝前期跟中期国力的强大。这里就到南门了，上面有一座庙玉皇阁，据说是唐代时期建造的土木结构建筑，当然后面是经过修缮的。那么在这里非常有意思的就是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城门，然后过来突出一点，然后那里又突出一点，比较长。那么这里是代表什么呢？这就是这座古堡的一个风水格局，叫做临龟探水。我们之前在甘肃河西走廊祁连山那一边看到一座古城，叫做永泰龟城，就像是一只乌龟躺在大地上面喝水。而这里呢，它建造的时候把古城建造成一只乌龟灵龟趴在大地上面喝水探水，这就是灵龟探水的风水格局。我们来仔细看一看。从航拍的画面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，这座古城包括外面这些土堆是不一般，是连接起来的，明显的看得出来像一只乌龟趴在大地上面。这个南门凸出来的这一点呢，就是乌龟的头部，它在喝水。当时古城外面呢，确实是有一条河流趴在陆地上面喝水，然后在那个乌龟的头部两侧呢，有2个泉眼，这就是乌龟的眼睛。然后在远处两边又看到2个不一样的土堆，那个就是乌龟的2只脚趴在那里。整体的话就是一只巨大无比的灵龟趴在大地上面喝水，这个风水是极其讲究的。那这样说起来，整个开阳古堡相当于是建在龟背上的一座古堡，一座古城。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马面，都是龟壳上的一些东西，并且这座古堡里面的街道与建筑布局充分体现了道家文化，吸纳了周易八卦的精华和玄妙。古堡内部的街区为井字形结构，分为9部分，称之为9宫街。里面呢保留着前3年坤3年的格局，仍然能够看到一些依照八卦图建造的痕迹。关于这座古堡这一座龟城，还有比较有意思的故事，就是说，正常来讲，一只乌龟4只爪子趴在大地上面，喝完水它就要离开了。而这里当时的建造者，我们说的堪舆家或者所谓的风水师，他为了保持灵龟探水的风水格局，就当时建造的时候，这一只乌龟呢只有前爪，后爪是没有的。没有后爪的话，乌龟喝完水它就不能动嘛，就一直趴在大地上面，乌龟就不会活动，这就是它的风水格局。这个古堡来源风水格局我们就简单的说到这里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去古堡的内部看一看。
说真的，这个夯土城墙是迄今为止我见过最高最厚的，已经来到上面了。这一块倒塌的比较严重，站在高处确实可以看到这一块有点像那个乌龟的嘴啊，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居住在这里。这个是里面的街道，整个古堡它是两横两竖组成的一个井字形，里面呢把古城分为9块，看情况应该是还有一些人居住。这些房屋的历史都是有一段时间了，全是用这种石头加上泥土组合而成的，都是大门紧闭，可能这些没有住人吧，估计住人都是在后面。在南门上面有一座建筑叫做玉皇阁，上面的顶部瓦呀是后面修缮的，其他有一些应该是老建筑。按照资料记载，这个是唐代时期修建的，可能会保留一些唐代的装饰啊，大部分可能还是后面修建的。我查了一下，在清朝同治时期经过修缮。如果全部是唐代的，那就不得了了，不过估计不太现实。走到这里，真的是感觉跟在河西走廊一样的，全是那种黄泥土，带点沙，戈壁滩一样，房屋的结构都很相像。明显的看得出来，这些房屋历史还是有一段时间的。我感觉很多都有100年的历史，全部倒塌完了，估计这个古堡的人都迁移到旁边新村落去了。在当时巅峰时期，估计住的人还是非常多的，因为单单我们这样看的话，房屋都非常多。这些房屋都是砖木石头组合起来的，有点跟窑洞类似，下面呢用木头搭好，在顶部呢覆盖一层那个黄土或者那种带沙，也是算是保暖吧。北方的房屋都是这样的。这边好像有人居住，我们去看一看。这个地方非常干燥啊，估计很少下雨，这样才导致这些城墙能够一直保存下来。有人是有人，不过里面反锁了，还有狗的叫声，不去了。哎，你好，阿姨，您住在这里啊？啊，我住在这。现在这个古堡里面还有多少人住啊？不多，就10来个人。10来个人。以前有多少人呢？以前好几百。大家也听到了，刚刚那位阿姨说，整个古堡现在大概就剩下10来个人在此居住，其他人都搬到旁边的新村去了。确实也是如此啊。按照现在的环境，这个古堡里面肯定是不适合居住的。继续往前走，如果能找到去某一个家里看一看，就更好了。但是现在人比较少。这一条街道呢，算是主街道，它的下水道在这个里面，在当时他们以前建造的时候就考虑到排水了。这个村落的以前的水怎么解决的呢？主要是在古堡的南面呢有一条河流，当时的村民可能就去那里打水。后面河流干枯了，这个村落这个古堡就慢慢的算是居住的人越来越少，可能很多人就喝的是那种地下水，现在当然是自来水了。现在看起来主要就是主街道两边的房屋稍微新一点，再过来一点就全部荒废了。这边有一辆3轮车，估计附近有人居住，去找找看看。这北方的房屋都有个大门，然后里面呢是一个院子，这跟南方差别很大呀。不知道是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出现。啊，这里应该是有人居住。你看，
进来之后还拐个弯。哦，这里面还有好多人呢。他们全部在房间里面，我就不去打扰人家了。反正看起来真的是一般，跟我上次去的永泰古城环境都比不上。它那内部的一些房屋还经过装修，弄得还比较现代化一点。而刚刚那个房屋进去看，就简单的装修了一下。又来到边上了，这一块是我们经常说的翁城，挺大的。不过它这个翁城也是不开门的，这个跟我们在永泰古城看到的是一样。永泰古城也是只有南门是通的，其他几个门呢全是封闭的，这里估计也是如此。它的房屋比我们之前看的永泰古城多，不过住的人可能就少了很多，因为旁边还有村落可以居住嘛，而永泰古城是不行的。内部的环境都是这样的，全是黄泥土搞的。在100年前，大家居住这样的房屋，感觉还挺好的，感觉还算是豪宅。但是现在你看到这样房屋，估计没有几个人会来居住。这一块大部分跟永泰古城很相像，甚至说跟河西走廊或新疆的一些古城很相像。区别就在于它里面的房屋啊，有很多木头，这个在河西走廊或者新疆是比较少的，那边基本上全是泥土，大部分是倒塌完了。你看，这些完全就没人走了，人太少了，10来个人，那估计就2、3户人家了。在这个正北方向，应该是有一个戏台还是庙宇。整个这个古堡的风水格局就是被这些庙宇破坏的，以前是没有。上面有一块碑，去看看写的是什么。这里走要小心一点。明朝的，嘉靖3年修建的，刚好是500年的历史。也就是说，旁边这座庙宇已经有500年的历史了。以前上面还有一些壁画呀，现在也没有了。反正也是关于神仙那一类的。这边有一些砖块，应该也是明朝的了。那个时期的砖非常结实，感觉比现在的砖还重。这一块是能走上来的。可以看到是非常宽敞的，最宽的地方估计都差不多有2米了，非常高啊！我站在这里都感觉有点恐慌，因为我有一点点恐高嘛。这边是古堡内部，外面呢可能就是现在的新村，环境在这里。这边又开了洞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的，估计也是为了进出方便。你看，在这里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墙的厚度了，差不多4米。内部这些泥土其实都是一块一块的，你看上面这么光滑，它是压实压实这样，每一块大概是这么厚。估计他们如果慢慢去拆的话，都可以用撬起来拆泥土下来，一块一块的，就跟砖一样。这些泥土非常结实啊。到这里，这个古堡就差不多看完了。真的是一个被遗忘的千年古堡，里面呢保存的可以说是古色古香，未经开发。唯一的有点可惜呢，就是里面大部分建筑啊废弃了，倒塌了。现在这里面呢也正在修缮，估计以后啊可能会好一点。就跟之前我们去永泰古城一样，在前几年看到的是有些破损。这2年呢也正在修缮，慢慢的会变好。我估计啊，这里也是一样的。这座古堡也可以说是辉煌了
上千年呢，最后还是由于时代各方面的发展，最终没落了。现在差不多才有10来个人居住在这里面，估计呢还是老人居多，大部分的人呢都搬到其他地方，或者是在后面那个新村。希望下次我们看到这个古堡能够比现在更好。我们又回到刚刚来的地方了，那这个古堡我们就看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。1000多年的这个城墙能够保存这么完整，也是挺少见的。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